不看美国脸色了，李在明携200人团访华，韩国外交的钟摆终于又荡了回来。2026年1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北京，开启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自2019年以来，韩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李在明自2025年6月在经历尹锡悦弹劾风波和提前大选后上台以来的首次访华。此次访问不仅是外交礼节的恢复，更被视为韩国地缘大战略的一次根本性修正。李在明的访华之行并非简单的亲华转向，而是一种基于生存实用主义的战略自救。面对2023年以来结构性的对华贸易逆差，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与芯片法案带来的产业链窒息感，以及半岛局势的螺旋升级，韩国正试图通过混合自主策略，在维持韩美安保同盟的同时，通过恢复对华关系来确保经济生存与半岛稳定。特别是本次访问发生在极为特殊的国际背景下，朝鲜在李在明启程前数小时发射了弹道导弹，美国因委内瑞拉军事行动而战略分心，韩日关系因高市早苗上台后的外交政策转变而再度紧张。李在明携带包括三星、SK、现代、LG 掌门人在内的200人庞大经济代表团，明确释放了政经分离与供应链稳定优先的信号。1月4日下午，当李在明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的临界点，因为就在数小时前，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在该年度的首次武器展示。通常情况下，如此级别的展示可能会导致外交行程的推迟或取消。然而，李在明选择按原计划推进访问，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地缘信号。他表明首尔当局已经认定，单纯依靠韩美日三边军事同盟的施压策略，不仅未能遏制朝鲜的核岛进程，反而加剧了安全困境。李在明的逆势而行，揭示了他对中国作为半岛局势稳定其角色的极度渴望。此次随同李在明访华的是一个规模空前的200人经济代表团，名单中包括了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元、现代汽车会长郑义轩和 LG 集团会长居光模等韩国财阀的核心人物。这次大规模出访，实质上是韩国企业界试图绕过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立，直接与中国市场和决策层寻求生存空间的尝试。其底层逻辑是，如果失去了中国市场和供应链，韩国制造业恐将面临空心化的生存危机。李在明的访华意味深长，因为此时此刻，他必须对其前任尹锡悦的外交策略进行调整。尹锡悦政府的外交路线以完全导向美国和无条件改善对日关系为特征。然而，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并未给韩国普通民众带来实惠，反而导致了中韩关系的冰冻和经济出口的断崖式下跌。而当这种危机爆发时，公众对只顾意识形态、不顾民生的外交政策积怨已久。李在明在2025年6月的提前大选中胜出，其核心竞选纲领并非传统的左翼反美主义，而是极度务实的民生恢复。他上台后的支持率虽然在初期波动，但在2026年初已稳定在 60%至 70% 的高位，这主要归功于他承诺收拾烂摊子并提振出口经济。李在明深知他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经济复苏，而韩国经济的复苏在数字上不可能绕过中国。中国不仅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韩国半导体和电池产业不可替代的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因此，李在明的亲华表象下，实则是为了保住韩国工业强国的地位。他非常清楚韩国的地缘宿命，中国是韩国永远搬不走的邻居和离不开的市场。李在明的策略其实是一种生存实用主义，即在不触弄美国安保红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留与中国的经济联系。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了31年来的首次逆差，这一数据震动了韩国朝野。更可怕的是，这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质变。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意味着中国不再单纯进口韩国的中间产品，如显示面板、石油化工，而是实现了国产替代。李在明访华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重新定义中韩经济合作模式，从过去的韩国技术、中国组装转向在高端消费品、服务业、非敏感技术领域的合作互补。不得不说，李在明是有大局观的，他深知韩国如果不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如 AI 应用、绿色能源、文化内容，韩国对华出口将永久性萎缩。半导体是韩国的国本，然而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让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大型工厂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三星西安工厂和 SK 海力士无锡工厂虽然获得了美方的无限期豁免，向年度许可证或验证最终用户模式的过渡，但这种模式不确定性极高。此次李在镕和崔泰元随行，目的是与中方达成某种默契。既然无法引入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韩国企业希望在成熟制程和存储芯片领域获得中方的长期市场承诺，以维持工厂的运转率和现金流，这是一种在美方制裁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是关键矿产供应链。2025年中国对镓、锗、铋、石墨等关键矿产进行出口管制，这一举动虽主要针对美国，但也波及到了韩国半导体和电池产业。李在明此次访华，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高级别对话，稳定关键矿产供应链，将潜在风险减到最小。LG 新能源等企业深知，没有中国的政府及材料前驱体，韩国电池在除去 IRA 补贴后将毫无竞争力。此次随行意味着韩企希望寻求一个灵活变通的方式来规避美国限制，同时保住中国的供应链。本次访问中最具争议，也最能体现李在明与尹锡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在访华前的 CCTV 专访中，李在明明确表示，韩国始终尊重一个中国立场。李在明的表态实际上是回归到了1992年中韩建交时的共识。
李在明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宣告了美日韩三边同盟的裂痕，但却得到了韩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韩国民众普遍担心被卷入大国冲突，李在明的避险策略被视为是保护韩国免受战争波及的务实之举。我们再来看下这个200人的随行名单，这个随行名单不仅是排场，更是政策路线图。分析这份200人的名单，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国对华合作的4个重点领域：半导体、AI、绿色能源和文化内容。三星、SK、现代、LG 这4大巨头的悉数到场，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韩国政府与企业界在对华合作上是一体的。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名单中还出现了 SM 娱乐和 Krafton 的 CEO， 这表明了韩国非常希望中国解除自萨德事件以来的限韩令。另外，在 AI 的合作上，虽然高端 AI 芯片仍然受到美国限制，但在 AI 应用层，如智慧城市、医疗 AI、物流算法等上，中韩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李在明试图开辟一条非敏感 AI 合作的新赛道，以此作为两国科技合作的突破口。李在明的访华之行，标志着韩国外交的钟摆终于又荡了回来。在2026年这个多极化加剧、地缘平衡被打破的时刻，韩国正在通过灵活的身段，在巨人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繁荣。北京之行正是这一高风险博弈的开局。